2017年，在马里兰州的一场县级长会上，参赛的猪看起来状态不佳。据农场主报告，发烧的猪眼睛红肿，鼻涕直流。但是，正当展会官方人员担心猪的状况时，马里兰州卫生部则在关注一部分参展人员生病的情况。这其中有些人曾抚摸过猪，其他人则只是曾在猪圈附近逗留。但很快，40位参展者被诊断出感染猪流感。通常，生病的动物不会传染人类，但当这种跨物种传染，又叫病毒宿主转换发生时，便可能带来致命的流行病。那么，病原体是如何从一个物种传染至另一个物种的？是什么令宿主转换如此危险？病毒是一种有机寄生物，几乎可以感染所有生命体。为了存活和繁衍，病毒必须经历3个阶段：接触易感染的宿主、感染与复制，以及传播至其他个体。以人流感为例，首先，流感病毒接触新的宿主并进入其呼吸道，这一步并不困难，但要在新的宿主体内生存，病毒必须在被免疫反应捕获并摧毁之前，成功发动感染。为完成这一任务，病毒进化出了与宿主之间的特殊交互作用。人流感病毒表面包裹着具有特殊适应性的蛋白质，可与人类呼吸道细胞的受体相结合。病毒一旦侵入细胞，就会利用其他适用性变化来挟持宿主细胞的繁殖构造，并复制自己的遗传物质。现在，病毒只需要抑制或避开宿主的免疫系统，从而拖延时间，以复制足够多的数量并感染更多细胞。此时，流感可通过受感染的体液传播至下一个受害者。但是，打喷嚏也有可能使病毒接触宠物、植物，甚至午餐。病毒不断接触新物种，并试图实现感染。感染一般不会成功，大多数情况下，2种宿主在基因层面的差异十分巨大。对于以感染人类为进化方向的病毒，生菜细胞是一个陌生且不适宜生存的地方。但是环境中有数量惊人的病毒在游走，它们都有遇见新宿主的潜在机会。由于病毒复制以100万为量级，它们可以迅速发展出随机变异。大部分的变异不会产生任何效果，甚至会不利于病毒生存，但是一小部分变异会使病原体更容易感染新物种。这种破坏性基因出现的几率会随时间上升。如果新宿主与原宿主是相近的物种，则这种变异也更有可能实现。对以适应另一种哺乳动物的病毒而言，只需要实现少量幸运变异就可以感染人类。黑猩猩是人类的近亲之一，以适应黑猩猩的病毒可能根本不需要变异就可以感染人类。宿主转换要取得成功，不仅仅取决于时间和基因相似度。有些病毒天生可以轻松感染宿主细胞，但是无法避开免疫细胞。另一些病毒则在转移至新宿主时面临困境，例如它们可能会感染宿主的血液而非唾液。但是，一旦宿主转换进入传播阶段，病毒就会变得更加危险。在2种宿主体内繁衍，意味着病原体有2倍的机会变异为更成功的病毒。而每种新宿主都会提升引发大流行的可能性。病毒学家正在持续搜寻能让流感等病毒更容易转换宿主的变异。但是，预测下次大流行是一大挑战。有许多病毒我们只是刚刚发现，研究者正在不知疲倦地探究这些病原体的生物学原理。他们会监控人群，以迅速识别新的疫情爆点，并据此开发疫苗和疾控方案，以阻断致命疾病的传播。您是否觉得不够了解自己的身体？订阅此频道，了解从秃头、肌肉增长到身体不同部位长毛的原因。敬请继续关注，永葆探索热情。